大家好，随着 Comfy UI 最新版本的一些更新，现在可以利用插件来实现真正的循环操作了。同时呢，乱神的 ECUs 插件最近更新了 For 循环节点，我自己使用下来觉得也是非常实用，这里推荐给大家。所以今天主要就给大家分享 For 循环在 Comfy UI 上的一些基础应用。打开 Comfy UI， 首先搜索界面搜索 For， 找到 For Loop Start 这个循环开始节点。通常呢 For 循环节点是要搭配这一个 For 循环结束节点一起使用的，所以我们把线连接到循环结束节点，并且把连接位置改成上面的 Flow。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在开始和结束之间加入一些循环体，设定好循环次数，从而来让它替我们执行一些重复的操作。我们回到开始的节点，它这里有一个 Index， 就是我们熟悉的索引，你可以理解为书的目录，它是方便我们快速调用符合条件数据的，通常是从0开始递增的整数。而这里输入和输出都有的 value 是我们循环的一个变量，虽然它直译过来是值的意思，但这里 value 并不一定就只能是一个数值，理论上可以是任意数据类型的东西，可以是图片、视频或者提示词。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，比如我在前面加载一个 int 整形节点，并将 value 1的初始值设为数值1，而这个初始值 value 1在循环中间的循环体经过各种数学计算，最后传递到我们的 for 循环结束节点。而循环结束这里也有一个 value 1值的输入，也就是我们把计算后的 value 1传入到循环结尾的话，它就会覆盖掉当前的 value 1，然后开启第二次的循环。比如在中间将循环体设置为一个简单数学运算，导入一个 simple math 节点，将我们的索引和我们的初始值 value 1分别作为 a 和 b 连上，填上让两个值相加的计算要求，然后将它的输出结果传到我们循环结束节点。这时候我们的 value 1就变成了 value 1加上索引值。点击运行一下，看到输出结果为1，因为这里只进行了一次循环。我把循环次数改成3，再看一下结果，可以看到结果是4。整个过程可以看这个动画更好理解。好了，关于 Comfy UI 里面的 For 循环的基础就介绍到这，下面我们来把它打包成一个组，然后看一下 For 循环的具体应用场景。通常呢，我们要批量加载图片的话，我们会使用到一些从文件夹的路径去加载图片的节点。当然，有非常多类似的节点。我这里使用到的是 KJ Notes 里文件夹批量加载图片节点，它可以高效的让我们从文件夹直接加载多张图片，只需要把文件夹的路径复制上去，然后输出的最大数量改成100，索引值填0，可以在我们文件夹从头开始加载100张图片。我们预览一下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个文件夹的图片，一共只有4张图片。同时导入图片尺寸节点，可以看到图片尺寸非常的奇怪，因为是在网上随手下的，尺寸和比例都非常的不规则。像第一张就是660×411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可能想批量更改图片尺寸，直接想到就是用一个叫 Image Resize 的节点来批量改变图片尺寸，比如我们改成512×512那种标准尺寸，来方便我们进行其他操作。这里改变一下缩放裁剪的方式。好，很快就运行完了，也确实改成512×512的尺寸了。但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像比如说这里第4张图，它是在我们这个图片预览的尺寸基础上再去进行尺寸调整的。而我们也可以看看原图，这里先只选择加在第4张图，发现第4张的原图跟直接输出的图片预览的尺寸是不一样的。它批量加载图片时，会因为初始图片的尺寸不同，会自动的对所有图片先进行一个裁剪，来统一图片的尺寸，然后再进行后面图片预览或者尺寸调整。我们这里只输出1张图片，才是真正对原图进行尺寸裁剪或缩放。那我们就完全可以利用循环来进行操作，让它每一次循环单独的为原图进行裁剪，这样批量改变图像尺寸，效果可能会更好。
这里把刚才中间的数学计算的循环体删掉，我们保留之前的批量裁剪效果做一个对比。循环次数我们改成4次，这个初始值也给删掉。我们把这个批量加在图片节点的索引改成输入，然后将循环的索引输入进来，再经过我们的裁剪，这样就实现了每加在一张图片就处理一张图片，然后返回到循环结束。最后这里接一个预览，我们看下结果，这里只输出了一张图片。因为在4次循环过程中 ，value 变量，也就是我们的图片在传递的过程中，不断被后一次循环产生的图片替代，所以输出才是一张图片。这里要输出所有图片呢，我们得加一个 batch any， 让它每次循环的结果加入到这个 batch， 而不是替代上一个值。另外 batch any 这个节点需要和 value 1做一个组合，这里的 value 1的初始值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空列表，组合后再返回到 value 1中。好，看一下。这样输出的裁剪出来的效果，明显效果好于直接批量裁剪的效果，同时也并不复杂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循环复制一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。我们可以在这个工作流的基础上做简单的修改，来实现各种各样的批量操作。比如说批量面部裁切，要实现批量裁切脸部，把这里的 image resize 节点改成 face crop 节点，点击运行，这样就实现批量裁切脸部。同样的，还可以利用循环实现批量抠图。我们将这个换成 SAM1 的抠图节点，适当调整参数，将抠图结果连接到 batch any， 点击运行。好，这样又简单实现了文件夹批量抠图。同样的，还可以利用循环实现全自动对图片进行批量打标。我这里换一个 Flux 文件夹的图片，我们将抠图节点换成 mini CPM 的节点，这里你可以换成任意的提示词反推工具来进行打标。注意，最后这里需要把 batch 的元组格式转换成列表的格式，要不然会报错。最后再接一个 save 节点，把路径修改一下，点击运行。好，文件夹里已经把图片打标好了，生成了4个 txt 文件，就利用循环简单的实现了自动化的打标。最后，先介绍一个放大的例子，这是通过模型不采样的最简单的放大工作流，能够非常简单有效的实现不改变原始信息的图片放大。这里先换一个模型，点击运行。注意看运行时显存占用最大是 45%， 这个显存单独使用这个工作流没问题，但对于接在其他工作流后面属实是有点高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其实对于这个工作流更加常用的是分块放大。我们这里先简单搭一个分块放大的工作流，先导入一个 image tile 节点，这里需要填写把图片分块的行数和列数，这里我的是2行2列，也就是我把这个图片分成了4块。然后我们在后面接一个合并分块节点，由于它没有经过采样，并不会产生缝隙，所以直接合并图片即可。同时，这个 untile 节点也要设置为2行2列，然后直接运行，可以看到和刚才是一样的效果。我们再用图片对比看下效果，好放大看毛发，可以发现确确实实放大了4倍。我们再换一张图看一下，我们接下来主要是看显存占用和花费的时间。我们可以发现这次放大显存占用是 13%， 比之前的45%小了很多，这是在我只分成了4块的情况，而且我们可以看时间都是10秒左右。如果设备显存较低或者原图足够大的话，你可以跑8块的、16块的放大，都可以顺利运行的。你只要把它分的块数够多，理论上任何机器都可以实现 8K 甚至 16K 的放大，这对低显存的机器是非常友好的。比如我这里分成8块时，这它的显存占用只有 8%。另外时间方面呢，大家也已看到，无论我分成多少块，都是9秒和8秒左右。因为 GPU 它是并行计算，在我显存是够用的情况，它可以一起对多块图片进行计算，所以速度方面是不会有多大改变的。但是显存的占用却得到了大幅度降低，所以就这个分块放大而言，对于高显存机器也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因为你可以放心的接在 Flux 或其他显存占用较大的工作流。那咱说回循环，由于分块放大占用显存较低，我们可以放心的接入循环中，来对我们整个文件夹的图片进行 4K、8K 甚至 16K 批量放大，
具体实现方式和之前其实也是一样的，比如这里先加载一个 for 循环起始节点，然后将加载图片节点换成批量加载，并和循环的索引值以及图片分块节点相连。同样的，最后将 batch 和放大后图片进行组合。我们点击运行，可以看到结果成功出来了。这样我们就通过简单的连接，也实现了批量分块放大的操作。好了，关于循环的简单的一些应用，今天就介绍到这，下个视频再分享其他的一些应用吧。